印度军队大演习，向中国发出随时封锁马六甲海峡的信号，这个局怎么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西方媒体此前炒作，缅甸政府已经将科科群岛租借给了中国，解放军在上面建设了雷达站、电子侦测中心等设施，未来还会在此建立军事基地。但中美两国都未曾对此作出回应。位于印度洋上的科科群岛属于缅甸仰光省，距中国本土约1200公里，其东南约850公里就是马六甲海峡。该群岛南面50公里处是印度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近日，美国麦克萨科技公司对外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缅甸大科科岛上的机场跑道总长度已经超过了2300米，正在兴建2个新的机库，一个大型码头。在印度人看来，缅甸政府在科科群岛上的建筑及工程进度与中国军队的支持有关，很可能是中国海军进驻印度洋的一个信号。按理说，缅甸与中国在缅甸的领土上如何合作，印度人管不着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印两军在边境地区发生的洞狼危机。印度人不但有着空前的自信，而且还自认为是南亚地区的霸权国家。在印度人的眼中，印度洋就是印度人的。印度舆论对科科群岛上的新情况反应激烈，要求印军必须采取行动，阻止其基建的进程。前几天，一场涉及印度陆军、海军和空军以及印度海岸警卫队的大规模军演在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结束。与科科群岛隔海相望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是印度军事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印军已经在这个地方建设了专门的3军司令部，而且印度人一直有一种想法，印军可以将印度洋上的中国商船作为目标，威胁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逼迫中方在边境问题上让步。虽然印度方面没有明说此次演习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他们展示了封锁马六甲海峡的能力，很明显是在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印度媒体声称，演习展示了海滩侦察、空降、海滩防御、特种部队快速插入和登陆艇实施2栖登陆等科目。尼科巴群岛的总司令见证了沙鲁吉特精锐旅、武装部队特种作战师、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等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印军组织了这场演习，摆明了就是要向区域国家秀肌肉，证明印军有能力夺取科科群岛。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更严峻的局面是印度展示了封锁马六甲海峡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破解印度对马六甲海峡的威胁？首先，发展以航母为中心的远洋战斗群和2栖攻击战斗群是最根本的办法。只要中国海军足够强大，印度人就没有胆量封锁马六甲海峡，甚至都不会动这个念头。中国海军的实力才是决定海运航线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与区域友好国家发展海上安全合作，帮助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泰国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作战力量，或者中国海军经常增加在印度洋的存在，那么印度海军的力量就会被严重制约。中国还可以帮助缅甸建立起一支有实力的水面作战力量。缅甸是中国破解马六甲海峡战略短板的关键，现在已经建立起了连通中国的石油管道，未来我们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合作。当然，缅甸的现政局不稳，中国要想通过缅甸牵制印度海军的力量，仍有很大的困难。最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确保海运安全的协议，毕竟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如果受到印度的威胁，同样也在威胁西方国家的利益。基于海运安全对国际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印度如果攻击中国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商船，那就会成为人类的攻击。我们完全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保障航运安全，否则全球供应链将会出现灾难。总体而言，中国要破解马六甲海峡的战略短板，
不只是要面对美国的威胁，也要考虑印度这个相当自大的国家。印度军队的这场军演已经给中国发出了严重的警示信号，中国航母编队总有一天会让印度人失去叫嚣的勇气。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